以前都是日系车来赚中国人的钱，现在终于轮到国产车去赚日本人的钱了。10月29日，东京车展盛大开幕。这次车展，日系品牌拿出了形态各异的概念车，火力全开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这次只有一家中国车企去参展了，那就是比亚迪，所以没有大家想象中的中日激情对拼的火药味，而是纯碾压。当然，不是日系车企碾压比亚迪，而是比亚迪凭借新车吊打他们全部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小编之前一直不理解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日本高管公开唱衰和抵制新能源汽车。丰田章男曾炮轰电动汽车没有未来，索尼本田 CEO 也狂言中国电动汽车没有技术惊喜。直到小编看到2025东京车展，才彻底明白他们到底在怕什么。作为一场汇聚500多家企业的国际车展，参展的中国车企竟然只有一家，那就是比亚迪。抛开奔驰、宝马等少数海外品牌，其余参展商基本都是日本本土企业，形成了主场包围的态势。但就是这样一家孤独的中国车企，却在车展上掀起了最热烈的浪潮。在中国市场，比亚迪早已凭一己之力，将曾被称作50万以内最好小车的飞度月销量压到了2位数。如今，它更是带着多款新车直接杀到了飞度的老家日本。比亚迪在国内有多受欢迎，在海外市场就有多受追捧。此前，比亚迪已在日本引入首款插电式混动车型海狮 06DMi， 加上早期推出的元 Plus、海豚、海豹、海狮07等多款畅销纯电车型。它在日本的产品矩阵正不断丰富。截至目前，比亚迪在日本已建立766家销售网点，把中国品牌的旗帜插满了日本各地，一步步实现着全球化布局的目标。这次东京车展，比亚迪的参展阵容更是堪称豪华，全新升级的元 Plus、海豚、海豹悉数亮相。代表科技及大成者的超跑仰望 U9 惊艳登场，全球首发的纯电卡车以及小型、中型、大型纯电巴士等商用车也集体参展，真正做到了乘用车与商用车两手抓。从现场传回的视频和图片能清晰看到，比亚迪的展台和发布会现场无时无刻不是人满为患，观众们挤在展台周围，有的踮着脚往里张望，有的举着手机录像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而当一辆红色的仰望 U9 超跑缓缓驶入展台中央，配合着现场动感的音响和炫酷的灯光，突然开启了一场极具科技感的汽车舞蹈秀。这一幕瞬间点燃全场，原本就拥挤的展台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，里3层外3层，连通道都被堵得严严实实。观众们的眼神一个比一个专注，有的瞪大眼睛屏住呼吸，有的忍不住发出惊叹声，手中的拍摄设备举得越来越高，手机相机的快门声此起彼伏，甚至有人为了找到更好的拍摄角度，特意跑到展台侧面的台阶蹲在地上，只为记录下这震撼的瞬间。这就是比亚迪的绝对统治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比亚迪在日本电动巴士品类的市占率已稳居第一，乘用车板块的销量和市场份额也在持续攀升。日本甚至有专业机构专门拆解了比亚迪的多款车型，通过深入研究撰写成书，供本土专业工程师学习参考，足见比亚迪的技术实力已得到日本行业内的认可。当然，要在日本市场取得更大销量突破，比亚迪需要更加贴合本土化需求。日本消费者不仅偏爱燃油车，更青睐节能车型，对小车的需求尤为旺盛。以最具日本特色的 K-Car 为例，这种微型车在日本拥有极高的人气，2024年销量就达到了155.79万辆。不过，日本市场的 K-Car 目前仍以燃油车为主。2024年，日本纯电 K-Car 的销量仅占该品类总销量的 2.1%。销量较好的日产 Sakura 售出 2.29 万辆，三菱 EKX EV 仅售出 0.25 万辆。显然，纯电 K-Car 在日本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，而这正是比亚
亚迪的优势所在。因此，在此次东京车展上，比亚迪针对性地发布了专为日本市场量身定制的纯电 K Car Raiko， 翻译成中文叫海塔，可爱的名字十分贴合日本消费者的审美。这款新车采用日本特有的 K Car 外观造型设计，整体线条方正简洁，尽显日系极简主义风格。Raiko 配备后排侧滑门，方便乘客在狭窄街道上下车。车身长宽高分别为3395毫米乘1475毫米乘1800毫米，完美适配日本的道路环境。新车预计搭载20千瓦时电池组， WLTC 续航里程可达180千米，同时支持100千瓦充电功率，能有效缓解用户的续航焦虑。此外， Raiko 还将支持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，包括车道保持、自动刹车、自适应巡航等，更配备全场景自动泊车功能，即便在东京狭窄的街道上也能实现一键入位，极大提升了日常使用的便利性。据了解， Raiko 的预计起售价为260万日元，约合人民币12万元。上市后将与本田、N-Box、铃木 Spacer 和日产 Sakura 等日本主流轻型汽车展开竞争。虽然日产 Sakura 同样是纯电 K Car 车型，但在智能化配置上明显落后于 Raiko， 而本田 N-Box 和铃木 Spacer 等传统燃油 K Car 在环保性、经济性和智能化方面与 Raiko 相比更是差距显著，这些恰好都是比亚迪的核心优势。从市场数据来看，日本 K Car 的市场潜力巨大，早在2020年，日本市场的 K Car 销量就达到 171.8 万台，2024年日本新车总销量为 442.1 万台，其中 K Car 售出 155.7 万台，占比高达 35.2%。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，比亚迪此次推出 Raiko 无疑是精准切入了日本消费者的核心需求。针对 Raiko 的亮相，铃木总裁铃木敏宏公开表示，比亚迪是铃木的巨大威胁，日本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心理壁垒即将被打破。有趣的是，尽管铃木直言比亚迪带来了威胁，但鲜为人知的是，铃木首款纯电动 SUV 概念车 EVX 就搭载了比亚迪的电池，是比亚迪电池的客户。从威胁到伙伴的转变，恰恰是比亚迪破解中国车企全球化困局的关键信号。当国内市场还在信奉市占率为王、单打独斗赢天下时，比亚迪已在成熟的海外市场悄然复制日德车企的护城河逻辑，用生态抱团替代了孤军奋战。其实中国车企全球化的痛点早已凸显，在东南亚、拉美等发展中市场，靠性价比堆积的市占率看似亮眼，却因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支持，一旦遭遇贸易壁垒，市场地位便摇摇欲坠。与之相反，在日本、欧洲等成熟市场，当地企业构建的生态护城河让中国车企难以突破。其中，日本丰田的商社式抱团堪称典范。丰田进入海外市场时，丰田纺织、电装、爱信等配套企业会同步跟进，形成从零部件生产到整车制造，从金融服务到售后保障的衣食住行全链条体系。在这个体系中，电装甚至成长为全球第2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，仅次于博世。这种深度绑定让丰田在全球市场的抗风险能力长期稳居行业第一。德国车企则以产业集群抱团见长，斯图加特周边聚集了奔驰、保时捷、博世、大陆集团等企业，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零部件供应的完整闭环。以博世为例，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，它为奔驰提供核心的电驱动系统。这种产业链协同让德国车企在高端市场长期保持垄断地位。对比之下，比亚迪早年进入日本市场时，也曾面临单打独斗的困境。2015年，比亚迪首次向日本交付电动巴士时，就因本土零部件供应商配合度低，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。此后，比亚迪开启技术为和、生态为一的转型，如今已在日本构建起属于自己的护城河体系。比如第一层技术联盟护城河，比亚迪以核心技术输出为纽带，绑定日本本土巨头企业。2019年，比亚迪与丰田成立合资公司，向丰田输出 DMI 混动技术，而丰田则提供精益生产管理经验。除丰田外，日产也宣布与比亚迪合作，双方将在欧洲市场共享二氧化碳排放额度，实现互利互赢。第二层本土化生态护城河，比亚迪复制日德车企产业链抱团的逻辑，在日本培育本土配套体系。2025年10月，比亚迪与日本最大的商超企业永旺达成合作协议，计划在永旺旗下超过30家
店铺内销售电动车，将起售价200万日元的电动汽车带入日本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场景，进一步推动本土化渗透。除日本市场外，比亚迪在亚太地区的业务已覆盖亚洲及环太平洋20余国，业务范围涵盖商用车、乘用车、叉车及轨道领域。此次东京车展首发的电动 K-Car RACO 不仅精准瞄准日本 K-Car 市场，更在成本控制上具备独家优势，为后续市场突破奠定基础。最后一层是场景渗透护城河，比亚迪跳出仅卖车的单一思维，构建多元生态体系。它在日本推出光储充换一体化服务。根据 X+Y 产品战略， X 代表电动大巴、电动叉车、电动卡车等新能源产品， Y 则代表光伏、储能等设备，致力于在日本实现车储能多场景协同，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绿色能源解决方案。正如东京车展比亚迪 RACO 展台前一位日本观众说的那样，消费者买的不只是一辆车，更是比亚迪在日本体系联手的技术保障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